掛上黑幕嚟阻止遊客拍攝富士山。呢一個行為睇嚟好似有啲野蠻，但要為居民重拾安寧，仲有避免事故發生，呢一個做法係可以理解嘅。2024年5月，河口湖町政府為咗阻止遊客唔守交通規則橫過馬路，避免交通事故發生，喺著名打卡位置嘅羅神河口湖站前店對面馬路掛上咗黑幕，希望可以解決遊客過多而帶嚟嘅問題。象徵日本嘅富士山吸引嚟自世界各地嘅遊客慕名到訪。當遊客過分集中喺一啲旅遊區嗰陣時，太過擠迫，令人唔可以盡情享受旅程。相信唔少人都有呢個經驗。京都裏邊亦都有唔少遊客過分集中嘅旅遊熱點，例如通往清水寺嘅2連板，無論係平日定係假日，都逼爆晒國內外嘅遊客。而富士山嘅情況就有少少唔同，呢一度係以大自然為主嘅景點，相對於人工嘅旅遊區，配套設施就比較差，例如處理垃圾嘅設施同埋工作人員都唔夠，道路嘅設計亦都唔夠完善。富士山嘅打卡景點，其中一啲並唔係旅遊區，而係住宅，甚至係一間鋪頭、一條天橋。追深日本今集就將焦點放喺富士山打卡嘅熱點，睇睇有咩問題發生，當地居民有咩對策。先前推出嘅富士急行線特輯介紹咗沿線3大打卡景點，今集就會去探討。除咗山梨縣北麓之外，另外亦都會睇睇喺靜岡縣嘅打卡熱點夢之大橋，同埋睇唔到富士山嘅富士火車站。因為大量遊客去羅神河口湖站前店度影相，對交通構成危險，亦都對附近居民造成困擾。當地政府喺2024年4月宣布喺便利店對面嘅馬路掛起黑幕，阻礙遊客影相，希望可以解決問題。但呢件事喺網上面就掀起咗話題，有人贊成，亦都有人反對，引起咗爭議。當中有人認為掛起黑幕呢一個做法唔係太明智。對於日本人嚟講，富士山同埋羅神便利店係日常生活裏邊常見嘅，呢兩個元素加起嚟吸引力都有限。如果去河口湖附近玩嘅話，可能會順便去睇一睇。雖然呢一度係靚，但慕名由遠處而嚟嘅人唔多，亦都冇造成話題而令社會矚目。呢一間便利店開張咗差唔多10年，睇睇2014年嘅地圖，呢度仲係一個停車場，可以睇到富士山。但係停車場同埋住宅冇為富士山增添魅力，而馬路嘅對面有一座2層高嘅建築物，2樓係牙醫診所。去到2015年，羅神便利店出現咗，但都冇造成任何話題。呢一度仍然係一個普通嘅住宅區。呢一度離富士急線河口湖站大概3分鐘嘅步行路程，但去著名景點河口湖嗰陣時唔會經過呢一度，所以人流唔多。便利店就主要以附近居民，仲有揸車來往嘅司機同埋遊客為主要目標顧客。2020年起持續咗幾年嘅新冠疫情，相信觀眾都記憶猶新。喺疫情期間，外國遊客唔可以去日本旅行，只可喺網上面睇旅遊資訊。客務問題竟然喺禁止觀光嘅時期裏邊打開咗序幕。喺2022年，社交媒體出現咗以呢一間便利店為背景嘅富士山照片，即時就掀起咗熱潮。去到2023年，疫情受到控制，日本政府允許外國遊客入境，加上報復式嘅旅遊方式，唔少外國遊客蜂擁去到各個旅遊勝地，而非旅遊區亦都受到影響。其中一個地方就係河口湖旁邊嘅呢一個拍攝地點。呢一個離旅遊名勝唔遠嘅住宅區，根本冇應付大量遊客嘅配套，而拍攝地點係一間便利店，前面就有來往各一條車線嘅馬路。交通量唔多，但不斷有車輛駛過。最佳拍攝地點就係便利店前面馬路嘅另一邊。如果遊客都守規則，可能未必造成大問題。唔少人會諗，遊客喺呢度造成垃圾問題，當然呢一個問題令居民困擾，但有2個更加嚴重嘅問題。其中一個就係違法橫過馬路，或者企喺馬路上面影相。睇睇便利店前面嘅馬路，重點係來回各一條車線嘅馬路。要橫過嘅話，就必須利用斑馬線，否則就屬違法。睇睇地圖，喺便利店嘅兩邊唔係好遠，都設有斑馬線，方便路人橫過馬路。而便利店前面嘅馬路上面有菱形嘅標記，
係代表前面唔係好遠就有斑馬線，請司機去留意。遊客違法橫過馬路，唔單止係違法，亦都會阻礙交通，甚至導致交通事故。富士河口湖町職員採取咗措施，為咗防止交通意外發生，先喺拍攝地點樹立咗告示，有4種語言，希望外國遊客唔好闖入馬路。但情況冇改善，職員就另諗辦法，喺拍攝地點掛上高2.5公尺、闊20公尺嘅黑幕，預計喺5月3號之前完成工程。但因為未能及時準備黑幕，結果喺21號先至掛上。黑幕係類似喺茶園用嚟遮住陽光嘅薄布。除咗黑幕之外，富士河口湖町亦都加派職員去到現場維持秩序。不過唔係好耐，黑幕遭到破壞，俾人吉咗大概10個窿，即係部分遊客為咗拍攝而破壞公物。咁樣同外國遊客唔理解日本嘅法律係冇關係。到咗7月，職員就更換咗新嘅啡色掛幕。補充一點，好少人會特別去教導遊客喺日本點樣先係合法過馬路。呢一點係可以理解，但企喺馬路上面影相，或者係有車即將駛過嗰陣時橫過馬路係唔應該嘅。或者有人會問，住宅區裏邊唔少地方都冇設置交通燈同埋斑馬線，但日本人會隨意橫過。當然，交通量較少嘅地方唔會設有交通燈同埋斑馬線。單線馬路嘅話，只要前後冇車駛過，行人係可以合法咁樣橫過。另外一個問題發生喺便利店對面嘅牙醫診所。診所一個停車場係俾去診所嘅人用，唔係開放俾公眾。但係旅行團同埋遊客就將車停喺停車場，佔用私人用地，甚至有人闖入診所裏邊嘅範圍，仲爬上建築物嘅屋頂，咁樣就係違法。當地居民要求町嘅職員嚟處理問題，到市整備課同埋觀光課就決定掛上黑幕，睇一睇反應，再考慮日後嘅對策。到咗8月15號，因為颱風7號接近，町嘅職員暫時將布幕拆落嚟。颱風過後，直到而家就冇再次掛上，暫時睇一睇情況再作對應。受矚目嘅便利店喺網上面就發表咗道歉嘅聲明，牙醫診所亦都發表咗文章作解釋。受害者多咗工作，但旅客完全冇理會。最緊張嘅就係要打卡。另一方面，附近嘅餐廳表示掛上黑幕之後，客人嘅數目減少，影響咗生意。當地行政同埋居民並唔抗拒遊客，只係希望唔好造成交通事故同埋佔用私人用地等等嘅問題。一個對於日本人嚟講係日常嘅風景，喺外國人嘅眼中竟然係一個魅力萬分嘅美景。唔知道要點樣做先至可以取得平衡。非日常感係去外地旅行嘅一種樂趣。睇睇呢幅相，直而長嘅昭和商店街，喺盡頭遠處可以揾到巨大嘅富士山。喺富士急行線下吉田站落車，行大概10分鐘就去到呢一個拍攝場地本町二丁目商店街。當地居民會叫呢度做富士道或者本町通。由火車站行嚟呢度嘅途中，會經過一間賣鞋嘅商店，Wakuya禮物店。店主係81歲嘅女士，佢就話好耐都冇咁多人嚟呢度。佢睇住啲遊客來來往往，匆匆影完相就離開，唔會有人入嚟買嘢。經過鞋鋪之後，會遇上一個十字路口，前面嘅馬路微微轉右，呢一度可以清楚咁樣眺望富士山。呢一個十字路口就係拍攝嘅最佳地點。不過呢度同頭先介紹過嘅羅神便利店發生類似問題，就係遊客違規穿越馬路，甚至企喺馬路上面影相，阻礙交通同埋容易造成交通事故。問題喺2022年10月左右開始發生，唔少遊客睇到 post 咗去社交媒體嘅相，發現咗呢一個日本非日常富士山景色，吸引咗大量遊客蜂擁嚟到呢一個已經蕭條咗嘅昭和商店街。鞋鋪女店主不禁諗翻起曾經繁華嘅昭和時代，而家一日大概有800人嚟到呢一度，要維持秩序實在唔容易。市政府同埋警察最主要考慮嘅並唔係要趕走客人，而係要防止交通事故發生，避免阻礙交通，同埋保護當地居民嘅安全。喺去到商店街嘅途中，
會揾到一個設計得好靚嘅廁所。呢一個廁所係由富士吉田市主導興建，包括收購土地，總共花費咗1億8千萬日元。喺2024年6月1號開幕。廁所係為咗遊客而設，其中一個原因就係有遊客問附近嘅商店借廁所，人數少當然唔係問題，但唔係餐廳嘅店鋪，廁所唔係借俾其他人去用，咁樣就造成咗騷擾商店嘅問題。而呢個廁所亦都可以俾遊客喺呢度留多一啲，希望佢哋會喺呢一度或者喺市內其他地方消費。廁所仲展示咗當地特產嘅織物作為宣傳。睇睇2023年嘅街景地圖，廁所原本係一個停車場。富士吉田市除咗喺呢度興建咗廁所之外，仲整理咗停車場，有27個車位。興建停車場嘅目的係佢想減少違法泊車，同埋避免居民受到滋擾。除此之外，市亦都派咗2個工作人員去到十字路口度維持秩序。睇睇十字路口嘅3條馬路都係雙向行車，即係就算冇車行過嗰陣時，行人唔可以隨便橫過馬路。可惜呢一個拍攝地點有一個致命傷，就係喺馬路中心先至可以影到理想嘅效果。十字路口雖然有交通燈，但當大直路國道139號嘅行人係綠燈嗰陣時，另一邊小街嘅車會轉出嚟國道139號。咁樣即係代表，就算趁綠燈嗰陣時企喺馬路中心影相，亦都會阻礙其他車輛。呢一個就係問題嘅核心。唔少遊客唔知道行人綠燈嗰陣時，亦都會阻礙交通，造成咗誤會。針對呢一個交通燈問題，富士吉田市向警察商量，希望可以調整交通燈轉燈嘅時間，方便遊客去影相，或者方便控制交通。但警察回答，暫時好難作相應嘅調整。拍攝當日就親眼睇到呢一個十字路口，的確有好多人喺馬路上面影相。工作人員盡力咁樣去維持秩序。喺旁邊可以揾到下吉田觀光案內所，喺2024年3月30號開幕。雖然遊客都將所有嘅注意力放喺富士山上面，富士吉田市希望呢一個觀光案內所可以為遊客提供市裏邊其他嘅旅遊資訊，有助分散人流之外，亦都想為市帶來更多嘅經濟效果。睇睇呢條昭和商店街。兩邊嘅鋪頭唔少都係冇開門，以遊客為對象嘅店鋪亦都唔多。同河口湖嘅羅神相比，呢一度就比較具發展觀光產業嘅潛力。喺新倉山上面眺望嘅富士山，同之前2個拍攝地點嘅氣氛有明顯唔同。右邊有充滿日本傳統風味嘅5重塔，而山坡上面就種滿晒染井吉野櫻花樹。到咗春天，將山坡染成一片粉紅色。呢一個地點同昭和商店街同樣係位於下吉田站附近，不過要去拍攝地點嘅新倉山淺間公園展望台，就要行上大概400級嘅樓梯，對於老人家同埋家庭嚟講就有啲困難。呢一個拍攝地點喺疫情之前已經吸引咗大量遊客到訪。呢一度係新倉山淺間公園嘅一部分。喺疫情期間裏邊，富士吉田市透過嚟自全國各地嘅故鄉稅捐款，將公園裏邊嘅展望台擴張，而家嘅面積係之前嘅5倍。咁樣就見證咗呢一個市係歡迎遊客到訪，而且身體力行。不過遊客過多造成嘅問題冇完全獲得解決，例如違法泊車、亂拋垃圾。而要去展望台就要行上大概400級嘅樓梯。市政府就打算興建電梯，而家就計算緊興建同埋維修嘅費用同埋效益，仲會加設第2同埋第3停車場。關於財政嘅來源，公園會改為徵收入場費，同時配合羅神所在地嘅富士河口湖町喺2026年開始徵收住宿稅。呢一啲稅項會用嚟處理遊客造成嘅各種問題。呢一個拍攝地點同頭先介紹嗰2個地點情況唔同，唔係住宅區，而且係俾一般大眾使用嘅公園，比較容易發展旅遊事業。就算徵收入場費，亦都唔會大量減少遊客，而將收到嘅款項用嚟清理垃圾同埋改善環境，係一個比較理想嘅可持續模式。最後補充一點，喺相裏邊右邊嘅5重塔係一座鐘靈塔，係悼念近1000名喺19世紀末至到20世紀中
因為戰爭而犧牲嘅市內出生人士。希望喺鐘靈塔旁邊影相嘅遊客可以保持寧靜，避免騷擾先人。美麗風景嘅背後隱藏咗一啲戰爭嘅痕跡。除咗富士山北麓嘅山梨縣之外，位於南邊嘅靜岡縣亦都有拍攝熱點。最近流行嘅有富士山夢之大橋，呢一度係連接國道139號嘅行車同埋行人天橋。天橋南邊設有樓梯，喺地面度影相，構圖就好似有一條樓梯通往富士山頂咁樣，充滿意境。而行上樓梯之後，可以睇到車輛高速來往馬路。呢一度比較高，前面冇建築物阻擋，可算係一個理想嘅拍攝地點。不過部分遊客為咗追求左右對稱嘅構圖，行到去馬路中心，咁樣就容易發生事故。呢一度同頭先嘅3個地方唔同，四周圍乜嘢都冇。離最近嘅火車站東海道本線嘅富士站，大概要行35分鐘。2023年11月開始，突然有大量外國遊客到訪，造成問題。富士市政府已經及早採取措施，設置臨時廁所同埋停車場，同埋派人清理垃圾。由於呢一度比較偏僻，難以派人長期維持秩序。另外，市政府而家考慮緊喺附近安排移動餐車同埋商店嚟增加收入，帶動當地經濟，令旅遊業可以取得平衡。離富士山夢之大橋最近嘅火車站富士站，火車站有富士之名，但係由火車站竟然睇唔到富士山。火車站一帶同唔少地方走上相同嘅命運。過咗經濟同埋人口高峰嘅昭和時代之後，漸漸變得蕭條。影片最後就以富士站為中心，講講遊客過多嘅相反，失去咗遊客嘅地方，點樣重現昔日嘅風采。富士站一帶曾經係熱鬧嘅地區，車站西邊有百貨公司伊藤洋華堂，但係喺2010年就結業。市政府為咗重建車站一帶，吸引外國遊客之外，亦都希望吸引更多人嚟居住。重建計劃針對北口，因為富士山位於車站嘅北方，但係因為有比車站更高嘅建築物，所以而家睇唔到富士山。計劃裏邊，車站旁邊會興建高層住宅、專門學校、商店鋪位，仲有富士見觀景台，構成一個小社區。由富士見觀景台可以眺望富士山，希望咁樣可以充分發揮地理優勢嚟吸引國內外遊客。富士市擁有東海道新幹線專用嘅新富士站，仲有東海道本線嘅富士站，可惜兩者相距大概2公里，來往2個車站並唔方便，局限咗呢一個地方嘅發展潛力。遊客過多都好，失去遊客都好，失去平衡就導致問題。而除咗共通嘅問題之外，亦都有因應地方嘅特性而產生嘅個別問題。可以講嘅係，唔少地方係歡迎遊客嘅，亦都盡力採取行動嚟解決問題同埋改善現狀。掛上黑幕只係一個特殊例子。今集就睇咗幾個實例，可以知道要促進旅遊業並唔容易。